这是一个杀死无数人的品牌，却从未被真正唾弃。它让你相信香烟不是毒药，而是生活里最后的一丝喘息。男人要像牛仔一样随性不羁、自由而潇洒。它叫万宝路，从一家英国的街角小店开始，成就全世界最值钱的死亡品牌。这是一段关于香烟的故事，也是记录人类如何被香烟与资本征服的历史。操控你的喜好，左右你的选择。菲利普·莫里斯100年万宝路，如何让你爱上我？1847年，德国人伯纳德·莫里斯老莫在伦敦市区的邦德街盘下了个门脸，准备弄点小生意做做。之所以选在这条街，是因为自打上世纪以来，邦德街便是伦敦上流社会主要的社交与购物地点，到今天也是各大奢侈品牌云集、小姐姐们买包的地方。那老莫开的是啥店呢？烟店，主营散装的烟草、雪茄、鼻烟以及一些预制的手工卷烟。老莫靠细致的手工和良好的服务，很快在伦敦的上流圈混出了点名堂。老莫的大儿子菲利普·莫里斯在烟店开张后的第7年，也就是1854年，开始帮着老爹一起打理小店。这一年他19岁。少东家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不再愿意代理和批发别人的烟草零售，而是开始自己生产香烟。方法呢也很朴素，自己卷一卷，拿纸壳包装下，贴个牌，这事儿就算成了。他将这款香烟命名为菲利普·莫里斯英式椭圆，当然没有过滤嘴，两头烧，抽不好满嘴烟丝，吐都吐不干净。有趣的是，这款香烟直到2017年才正式停产。可惜好景不长，也许是每天在店里卷烟卷得太多，中毒太深。1873年，38岁的菲利普·莫里斯就挂了。于是这门香烟生意就交给了他的老婆玛格丽特和他的弟弟继续经营。说实话，这种组合十有八九生意是做不好的。果不其然，接下来的几年，这家公司不是转手就是股东吵架，今天卖掉一部分，明天又分家重组，来来回回的折腾，简直一团乱麻。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跟着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UP也就不再深挖。总之，在随后的100年，这家公司一直叫菲利普·莫里斯，但其实早就和创始人没啥关系了。那位英年早挂的老费当了上百年的吉祥物。到了190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抽他们家的烟抽上了头，顺手给了他们家一块皇家授权的牌子，意思是这烟以后是皇家御用。菲利普·莫里斯的名声也因此是越来越大。到了第2年，1902年，一位叫古斯塔夫的人在纽约注册了菲利普·莫里斯美国公司。早在1872年，他就一直是菲利普·莫里斯的美国地区的独家代理人。虽然后面公司几经易主，但发展的主战场一直在美国。而我们今天的主角万宝路也终于要登场了。1924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香烟品牌万宝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单纯的市场尝试，但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时代与商业动机。20世纪初，美国的烟草江湖早就被几大巨头瓜分得七七八八。雷诺烟草出品混合着土耳其和弗吉尼亚烟叶的骆驼大名鼎鼎，特别是一战，蜷缩在战壕中的美国士兵要是能抽上一口骆驼，哎呀妈呀，那绝对是老家的味道，死不死的都无所谓了。好彩美国烟草公司出品，老板詹姆斯·杜克，烟草托拉斯大庄家，带头大哥，传奇人物，一度垄断美国烟草市场。这些猛人狠角色早就把烟草市场围堵得水泄不通，而菲利普·莫里斯呢，连边儿都摸不上，只能作为2线品牌勉强苟活。眼见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产品卖不动，资金呢又吃紧，股东们3天2头的开会吵架，盯着财报不停的问，哥儿几个倒是给点意见啊，接下来到底是咋整呀？正面和大佬对线肯定打不过，那还能怎么办？有人提出干脆赌一把，走一条大佬看不上没人走的路。什么路？女人，女性市场。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像变魔术一样，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忽然就活成了另一个样，短发、高跟鞋、爵士舞，新女性成了时代标签。她们开始赚钱、独立、有审美、有话语权，人人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万宝路顺势打出了一句广告语，温和如5月，强调其产品的柔和特性，以迎合女性对香烟口感的偏好。在设计上也尤为贴心地对香烟过滤嘴进行了创新，采用象牙色或红色尖端设计，目的在于巧妙地掩盖口红印记。这一特点被宣传为美唇秘诀，
不沾胭脂，或者是红笺与你红唇相配，旨在将万宝路塑造为一款优雅精致适合女性的香烟。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还挺有想法，细分市场明确，产品设计呢也有创新，怎么看都像是个能火的潜力股，结果一上市直接扑街。万宝路在市场上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从上市起到50年代初期，在美国烟草市场的份额不足1%，甚至最后不到0.25%。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万宝路因销量低迷而一度撤出市场。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一种双重利基的策略失误。什么意思？首先，在20世纪40年代，非过滤嘴香烟占据了美国香烟销量的90%，是市场主流，而过滤嘴香烟却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市场，是非主流，与今天恰恰相反。其次，万宝路将这个小众市场再进一步细分，专注于女性消费者，这意味着它在一个本身就有限的市场中，又选择了其中一个较小的客户细分群体，小众之中的小众。此外，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对女性吸烟者带有强烈的偏见，会被认为是不正经的坏女人，所以在这样的决策下，导致女人烟万宝路在一个客户基数有限且受性别刻板印象束缚的小市场中运营，最后难以实现规模化增长是一点也不奇怪。所以兄弟们，你们可千万别半夜躺床上突然想到一个利基小众市场，兴奋的就要一头扎进去，要去填补市场空白。你填的也许不是空白，那里就是个坑。在干之前要多问问自己，为啥别人不干就偏偏轮到你去干？不如多来看看胖猫的节目，看看别人走过的弯路。好，现在咱们话说回来，在这样的失误下，为女性设计的优雅精致的万宝路，现在也只能继续优雅精致的躺在货架上，卖不动，根本是卖不动。直到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帮助万宝路品牌成功逆袭，他就是里奥贝纳。里奥贝纳，广告狂人，广告圈的传奇人物，地球上最会讲故事的男人，也是那个时代最懂人性和符号的男人。1955年，当不甘心的菲利普·莫里斯找到里奥的时候，万宝路已经处于多年的躺尸状态，没人在意，无人问津。那么里奥是如何来讲好这个故事的呢？这第一步，里奥告诉菲利普·莫里斯的管理层，你们不是没产品，你们是没人，或者说是这个人不对。之前的市场反馈已经证明这一点，不要再进行无休止的讨论。谁都知道你们公司股东天天吵架，公司所有高层必须达成一致，产品的目标客户立刻从女性转为男性。这得到了当时新任 CEO 约瑟夫·卡尔曼的力挺，这也成就了约瑟夫·卡尔曼在这家公司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接下来里奥提出，品牌也不是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们谁在抽这个，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于是他开始为万宝路寻找这个符号，一个能让人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烟，甚至抽这根烟能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身份的人。1955年，里奥打出了第一张牌，推出了首个新万宝路系列广告纹身男人。广告分别展示了一系列粗犷勤劳的男性形象，船长、举重运动员、战地记者、建筑工人以及牛仔，他们每一个都在手臂上纹有纹身，暗示着浪漫的过去，阳刚但绝不庸俗。之后几年，通过对公众反应的持续监测，最终答案落在美国文化里最有感染力的角色身上，牛仔。自由、粗犷、独立、冒险，这是根植在美国人心里的文化共鸣。从1963年起，牛仔形象才被正式确定为万宝路男人。为了增强真实感，广告开始启用真正的牛仔演员，并配以电影《豪勇七蛟龙》的主题音乐，配合广告语也从最初的温和如五月转变为更具感染力的来体验万宝路的风味，进而演变为来万宝路的世界，邀请消费者进入一种生活方式。尽情奔放，呢個係萬寶路嘅世界。好，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万宝路的品牌定位脉络，牛仔等于万宝路男人，等于理想的美国男人。消费者不自觉地通过联想将这些品质投射到自己身上，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香烟，更是一种理想的自我形象认同。里奥的第二张牌要解决过滤嘴的问题，把旧产品说成是新优势。过滤嘴防粘口红那是纯粹扯淡，他告诉男性消费者，过滤嘴不是柔，不是娘炮，而是进步，是健康，制造用户健康焦虑，提升他们的安全感知。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在设计上推出了防压翻盖盒，就是硬壳。
这是一项重要的包装创新。坚硬的外壳包装既兼顾了香烟放口袋里不会受损的实用性，又巧妙地强化了粗犷活跃的男性形象。虽然这个设计不是万宝路的首创，但却被他在推广中不断放大。再配以经过视觉冲击测试的红白黑字体包装，大胆且富有男子气概。这些手法哪怕到大半个世纪之后，菲利普·莫里斯在推出 IQOS 时，你依然能找到它的影子。比如反复宣传加热不燃烧能减少有害物质产生，烟弹包装盒依然延续着万宝路相同的翻盖硬壳设计。所有的一切你不在意的细节与元素，都是品牌方精心的设计。结果战绩胜过一切解释。1954年，在里奥贝纳接手广告之前，万宝路一年只能卖出1800万支香烟。1955年，销量直接飙升至60亿支，销售额达到了50亿美元。再过2年，1957年，年销量突破200亿支，销售额也冲上了200亿美元，直接跻身全美4大畅销香烟品牌。到了1970年代，万宝路一跃成为全美第一、全球最畅销的香烟品牌，彻底确立了其在美国乃至世界市场的统治地位。时至2022年，万宝路依然稳坐王座，以超过360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香烟品牌。万宝路变成了一个现象级品牌，也成为了全球第一个通过符号构建身份认同的大众消费案例。1964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发布了一份报告，标题是《吸烟与健康》，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由联邦政府正式发布的吸烟危害报告，也是公众对香烟认知的分水岭。报告内容明确指出，吸烟是导致肺癌、喉癌、慢性支气管炎的直接原因。过去的研究还只是科学发现，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国家声音。一经发布，立刻引发全国轰动，人们第一次开始认真质疑，我们每天在广告里看到的男人味香烟正在杀死我们。面对这场危机，烟草公司并没有沉默，而是展开了另一种战斗。他们选择制造怀疑，包括菲利普·莫里斯在内的烟草巨头开始大规模资助独立研究机构，试图制造科学尚未定论的假象。他们的目标不是驳倒科学，而是拖延时间，让公众在可能有害与尚无定论之间犹豫不决。菲利普·莫里斯始终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我们不接受烟草中含有害物质的说法。这种公开否认在舆论场中引发了巨大的道德争议。事情在1967年发生了变化，非营利组织吸烟与健康行动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发起投诉。根据公平准则，他们提出要求，既然电视台可以播烟草广告，那反吸烟广告也必须要获得同样的播出机会。FCC 最终支持了这个请求，于是从1967年开始，大量反吸烟的公益广告出现在电视黄金时段。牛仔的身影还在，但他身后开始跟着病床、咳嗽声和遗书。这些公益广告对公众认知的冲击是空前的，香烟消费量在短时间内明显下滑。到了1969年，烟草行业迎来了更沉重的一击。美国国会通过《公共健康吸烟法案》，宣布从1971年1月2日起，全面禁止香烟广告在电视和广播平台播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打击，尤其对万宝路这种严重依赖电视传播的品牌而言，等于是斩断了它最重要的传播渠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万宝路自己打造的文化符号万宝路牛仔也逐渐成了反烟运动的靶子。从1960年代末期，先后有多位扮演万宝路牛仔的模特因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去世。新闻媒体开始使用牛仔杀手来形容这款烟。在过去，它代表自由，现在它象征死亡。广告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焦虑。文化符号也不再是品牌的保护伞，而成为了讽刺它的证据。1970年代末，万宝路开始曲线救国，把原本电视广告的预算全部投入到体育赛事，尤其是赛车运动。他们发现，在许多国家，体育赞助尚未被纳入广告监管的范畴，于是 F1 和摩托 GP 成了理想的战场。1984年起，万宝路与法拉利 F1 车队深度合作，这段合作关系长达数十年。车队服装、赛车涂装、维修站背景、红白配色、条形图案、抽象 K 型设计，足以唤醒人们的品牌联想。不仅规避了监管，还将品牌精神与速度、激情、挑战极限这些赛车元素紧密绑定。这不是广告，这是记忆的触发器。在这个过程中，品牌逐渐脱离了产品本身，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符号。它就像耐克的钩子、可口可乐的红弯线，不用解释就能识别。你不一定买它，但你永远认得它。到1990年代中后期，菲利普·莫里斯迎来了更大的时代挑战。全球控烟政策日趋严格，民众健康意识觉醒，法律诉讼接踵而至。
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与美国46个州签订了烟草总和解协议，公司需支付超过2000亿美元的赔偿金。这不是一次危机，而是一场系统性风险。菲利普·莫里斯意识到，如果不自我改造，就会被时代淘汰。于是，一场去烟草化的资本大迁徙悄然展开。85年，先是以约56亿美元收购了通用食品公司；88年，又以约129亿美元收购了卡夫食品公司。这次天价收购创下了非石油类企业收购纪录。1995年，菲利普·莫里斯将旗下2大食品巨头通用食品与卡夫正式合并，成立了新的卡夫食品公司。这一举动让他们成为全球第2大包装食品企业，规模仅次于雀巢。从麦斯威尔咖啡、果真到奥利奥，这些家喻户晓的品牌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掌控者——菲利普·莫里斯。2003年1月27日，菲利普·莫里斯宣布更名为奥驰亚。这不仅仅是一次名字的更替，更是公司试图在资本市场中摆脱烟草公司的身份枷锁。虽然旗下仍然拥有万宝路，但在品牌传播层面，奥驰亚不再强调烟，而是着力塑造自己是一个健康、科技、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这是一场资本语言与公众印象的博弈。2008年，为了摆脱美国本土的诉讼压力，奥驰亚将公司烟草业务板块再进行拆分，成立了新的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简称 PMI， 专门负责美国以外市场的烟草与新型产品业务，打开一条更灵活的全球化通道。之后 ，PMI 将研发重点投注到了一种新的设备上 ，IQOS。2014年 ，IQOS 首次在日本市场推出。由于日本法规对电子烟含尼古丁的限制极严，而对加热不燃烧产品较为宽松， IQOS 很快打开局面。短短几年 ，IQOS 在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迅速占领市场，甚至在部分地区超过传统卷烟销量。到2020年，PMI 宣布为此累计投入超过80亿美元，背后是对无烟未来的一次科技豪赌。在这场游戏里，变的是产品，不变的是资本的控制力。截至2024年，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在全球销售网络覆盖了超过95个国家与地区，它拥有超过3800万无烟产品用户，在加热不燃烧市场中占据了71%的全球份额。与此同时，万宝路仍然是全球销量第1的卷烟品牌，年销量超过2400亿支，在多个国家市场份额稳居第1。它标志性的红白包装至今仍是全球最易识别的商业符号之一。从伦敦街角的一间小店，到今天横跨食品、酒精、无烟设备的消费品帝国，菲利普·莫里斯走过了170余年。而那个最初为女性设计、写着五月般柔和的品牌，也在无数次命运的翻转中被打磨成一个时代的图腾。它曾代表自由、叛逆、独立，也代表欲望、依赖、争议。它始终存在，始终争议，也始终成功。这就是万宝路的世界。